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玄子。你有没有曾经想过，为什么一些人似乎生来就注定要陷入贫困，而另一些人却能够逃离家庭的背景，追求成功？在这个视频中，我们将深入探讨为什么穷人往往发现成功之路如此艰难，以及他们如何打破贫困回圈，跳出家庭背景的限制，以及如何有效运用人脉。看完以下5点，你将了解如何改变你的财务命运和追求成功的道路。1. 家庭缺乏榜样或引导者。所谓龙生龙，凤生凤。若一个家庭中没有成功的引路人或榜样，缺少对于如何脱离贫困的指导和启发，可能会使下一代人陷入相同的贫困循环。以288法则来说，大多数人的家庭皆是如此，所以大部分的人在无形间都承袭了上一代的思考模式。若不是义务教育不同，恐怕除了长相不同外，你就是你爸妈的翻版。这边我提供血脉压制的方法让你作为参考，相信你应该有听过，如果把一只狮子从小跟一群狗养在一起，那只狮子就会不自觉地认为自己是只狗。一样的道理，就是把自己丢入狮群中去成长，这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难。这里我分享2种方法，第一种是模仿目标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偶像就是巴菲特，所以巴菲特所有的书不只看过，且都看很多遍，以及都会去调查他的公司波克夏每年的投资买卖，可以说是研究透彻，而且他的投资获利也都不错。有次跟这位朋友聚餐，发现只要有关金融投资方面的话题，他的说法开头都是，如果以波克夏的角度，我应该会先去确认 X， 之后才会决定下手买 X。 刚开始还没觉得怎样，直到他连说话都一直引用巴菲特的口头禅时，我才确认他连巴菲特的思维都模仿了。虽然他不是巴菲特养大的，但是透过巴菲特写的书跟网上资讯，是可以得知他的投资思维逻辑。这就跟我们小时候男女生都会模仿喜欢的事情一样，所以找寻一个你喜欢的榜样来做你的思维引导者，并且要深入研究。时间一久，不敢说100%，但是绝对是60%以上的克隆人了。若你觉得这种方法过于复杂，而且过程很无聊，那你可以走第2条路，就是去结交家庭环境好一点亲朋好友。举例来说，早期都是农业社会，所以大部分都是大家庭。若你的叔伯辈或是亲朋好友本身是做生意当老板，又或者是私企的精英分子，你就可以去跟他们学习他们的思维模式跟经验，多去接触多请教。虽说他们的逻辑经验放到现在，或许有些已经不适用了，但这就犹如你拿到早期软体系统的程式码，只要你在这些基础上加以编写，就会成为属于你的新系统。就像微软一直在更新 Windows 版本一样，不断的学习、成长和改进。所以不要让家庭背景限制你的视野，而是主动寻找机会，开辟新的道路，并实现你的梦想。人脉会发挥价值。很多人说，出社会后人脉就是钱脉，这句话听起来是正确的，所以许多人拼命去认识比自己出色的人，这个方向也是对的。但是贫穷思维的人忘了一句话，叫做花若盛开，蝴蝶自来。试想一下，今天把一朵假花放在花群里，蜜蜂群是分辨得出来的。拉回来就是说，当你费尽心力挤进了富人圈，但是以他们敏锐的观察力，随便聊几句就大概了解一个人的深浅。你若没有一些真才实学，他们在创业或追求新机遇时，绝不会选择你作为合作伙伴，充其量就是个酒肉朋友。但对方明明是个很好的合作对象，到了你这边却变成了无效人脉，这样就很可惜了。这时候你会问，如何选择适合你的人来建立有价值的人际关系呢？实际上，在这之前，您需要知道自己手中握有什么，可以用来和对方做等值的交换。或许你听说过一个故事，几十年前，加拿大有一位名叫凯尔的人，在网络上用一根红色回纹针换到一栋房子。凯尔起初选择在网络上与人以物易物，首先回纹针换到鱼形铅笔，铅笔换门把，门把换到露营火炉，露营火炉再换成发电机，如此一路下去，凯尔的名声越来越大，关注他部落格的人也越来越多，甚至一度来到了800万人。最后阶段，凯尔用换到的卡车换取演唱会 VIP 证明，VIP 证明换的凤凰城公寓1年租约，租约换成偶像剧合约，然后终点终于到来，吉卜林镇的镇长用一栋房子去换偶像剧合约。而这个夸张的交换故事却是真实的，但事件的本质就是他身上有其他人需要的价值。如果听到这还转不过来的朋友们，我用更明白的案例说一次。假设今天一个卖菜的遇到一个卖鱼的，互相分享种类知识。某天他又遇到一个喜欢钓鱼的人，想了解鱼的种类，因此卖菜的也从他身上也学习到了如何钓鱼。然后某天在钓鱼过程，他认识了一个会钓鱼的投资分析师。就这样，他一步步的用所学到的新知识，一边强化开拓了自己的未知领域，同时也拓展着人脉。最后就算他不用特意去认识其他人，人家就会主动想来认识他了。为什么？
因为他透过不断的与人交换价值，过程中也让自己成为朋友中最有价值的人。此人在他的朋友的眼中，就是个行走的谷歌大神。3. 忽视了学习价值。谈到被忽视的学习价值时，不得不提及现今的教育体系。以现在的教育体系来说，很多学校都只能教导老师会的东西，内容大多无法与时代并进，导致现在企业都在负担学校的工作。学校的文凭只是告诉企业说，这个人的读书能力大概在哪个阶层而已，其他的概不负责。这种情况使得教育体系未能提供应有的知识和技能，也间接浪费了学子们4年的时间。然而，许多父人早已识破这种体系的不足，所以会在他们的小孩国高中毕业后，就把小孩送至国外接受之后的教育。但对于家庭环境不够优渥的学子们来说，时常不知不觉中被迫接受了这种不公平。相信你周遭也有朋友毕业后的工作跟所念科系可说是毫不相干，这也是我们现今社会上出现的所谓的 M 型化真凶之一。然而，幸运的是，现在资讯的发达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，我们仍然可以主动寻求学习的机会。现在，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学习资源，无论是免费的网上课程、数位图书馆，还是专业的学习平台，我们都可以自己学习，获取技能和知识。要知道，富人之所以能够成功，除了拥有资源，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。他们了解学习的价值，并愿意不断投资时间和精力。所以，无论你的家庭背景如何，不要忽视学习的重要性。寻找自己的兴趣，追求知识，发展技能，这些都将是你不断前进的动力。就像在荧幕手机前的你观看本频道一样，本频道就是为了帮助你透过个人成长，提升你的价值，帮助你建立更富有的思维和成功的生活方式。因此，请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并分享哦。4. 不懂赚钱的逻辑。说明白点就是，你永远赚不到超出你认知范围之外的钱。赚钱的能力不仅在于你的工作，还在于你如何管理资金。要改变从穷人到富人，你需要学习经济智慧，包括制定预算、理解投资、减少债务、增加收入，以及长期财务规划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。经典的例子是，新闻时不时就会报道，买彩券中大奖的人，许多人在短短不到几年就重返贫穷，甚至还负了债。这种情况反映出了经济智慧，不仅仅是关于赚钱，还关乎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增值你所拥有的资源。这些不足，我们也可以从网络上去学习吸收。唯一要注意的是，要知道现阶段的你适合从哪里开始。就像若今天你迷路了，我就算给你一张地图，你也走不出来的，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你在地图的哪一个位置，所以胡乱投资是会事倍功半的。那要怎么做呢？这里给大家一个方向。若以保险来说，举例，若你的工作是外送服务员，那你就要增加外险跟失能险的比重，这样你的钱也算是花在刀口上了。再说一个例子，若你的工作上班时间很长，没时间用手机，结果你还选择玩妻子，这样你还能赢钱的话，就请收我做前儿子吧。我可以跟你信。回到主题，用这样的思维模式来找到最适合你的投资工具。若能专精研究当然是最好的，因为这样你才会有更多的机会开启上面第2点的价值交易之路。最重要的是，赚钱的逻辑需要长期的规划和耐心，不要期望一夜致富，而应该寻求长期的财务稳定。5. 关于索取而非回馈。这点乍看或许你会认为这个跟穷困扯不上关系，但这恰恰是重要的一节。当你在抱怨某人薪水为何比你高，调薪比你快的同时，可以想想你跟他之间的差异，还有你们双方能带给公司的价值是什么。其实答案很快就出来了，接受现实吧。这个世界除了你的家人，其他的都是用价值交换来的，即便是一对相爱的人，也是建立在双方都交换了对方爱自己的价值。穷人的思维往往表现在急功近利，而富人通常遵循计划和步骤，以循序渐进地实现他们的目标。自古成大事者必不拘小节，拘小节者必不成大事。财富和成功往往与付出和回馈紧密相连。那些乐于付出、回馈和分享知识的人，通常能够建立更广泛的人脉关系，同时更容易获得机会和成功。他们理解成功的本质，知道合作与互利互惠的价值。相反，那些只知道索取而不懂回馈的人，可能会失去他人的信任和支持，陷入贫困的困境。要从这种习惯中走出来，一个人需要培养自己的感恩之心，同时也要努力为他人创造价值。只有在付出和回馈的过程中，你才能够不断提升成长。最后，同样重要的是，不要过分担心他人的看法，同时相信自己，你拥有改变命运的能力，无论你的出身背景如何。成功的道路不是封闭的，只要你找到你的引路人，建立有意义的人际关系，不断学习和理智管理资源，同时也理解分享和回馈的价值。通过这些方法，你可以创造更加充实和成功的未来，同时也帮自己培养出了富人的脑袋。不要让贫困、环境或其他限制成为阻碍你追求梦想的借口。若你觉得本集内容对你有帮助，除了按赞和订阅外，也请你分享给周遭的亲朋好友。
毕竟我们都在追求一个完美的自己，让我们一起加油，朋友们，我们下周见。